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掉出来一半，羊水早已破开流干，而她只能自己扶着门慢慢走进房里。孩子钻出来时的疼痛已经让她麻木，要是不及时得到接生，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立马叫儿子去叫村里的接生婆。现在她躺在床上也是疼得死去活来，眼看孩子被卡住一直出不来，她自己也是着急万分，又尝试起来站着生，或许这样会更加容易一点。好在儿子也去山下把接生婆叫来，进来看到他已经非常难受，只好先扶着他坐到床上。接生婆摸着他的肚子，发现孩子的位置不对，才导致被卡住，一直生不出来。现在需要他躺在床上后把肚子里的孩子调整，不然孩子是生不出来的。虽然接生婆比较有经验，但对于他现在的处境还是感到很危险，生出来的几率还是非常低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只能割开把孩子拉出来。但这样的话，母子俩的危险都非常大。不过那也是最坏的打算。说起来，女人也是可怜。女人怀孕后被丈夫把他们母子赶出家，现在只能住在山上简陋的房子里。不过也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。在他们这里也没有去医院生孩子这么一说，认为去医院生出来的孩子都不会健康，只有靠孩子他自己出来的才算强壮，一直保留着古老的习俗。现在尽管调整了1个多小时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接生婆看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，立马叫小孩去接水来烧，准备帮女人割开，再把孩子给拉出来，不然要是继续拖下去的话，性命难保。虽然这小孩年纪还比较小，但好在他比较懂事听话，要是单接生婆的话，根本接生不了。在这煎熬的几个小时里，女人也变得更加难受，甚至已经失去知觉，就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，头上也不停冒出冷汗。经常生孩子的朋友都知道，难产的时候持续痛苦了10多个小时，那才是最致命的。加上他这里条件有限，想要生出孩子更是难上加难，这下遇到大麻烦了。尽管有经验的接生婆不停叫他坚持都没用，但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很可能母子都有生命危险。于是他做出一个比危险还要危险的决定，接生婆直接伸手进去把孩子硬拉出来，疼痛瞬间唤醒了女人的毅力。不过好在非常顺利，孩子顺利被硬拉出来，肚子里最后的一点羊水也流到地上。当女人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一切所承受的痛苦都值了。或许这就是每个母亲的伟大吧。